好，老灵魂工程师今天要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Apache Log4j 在2021年底送给大家的新年大礼包。在去年底 Log4j 爆出了一连串的 CVE 弱点，那这一部分的资安弱点处理解析呢，老工程师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好，这部分的解题思路呢，老工程师这里归纳成5点。第一个是我们要先理解造成该弱点最根本的原因，这个是 why。第二个是了解触发该弱点的方式，这个是 how。第三个是根据触发弱点的方式来拟定一个初步最快速的缓解措施，这个是 what。第四个是延迟决策，待决策所需的资讯充分掌握之后再来做判断，这个是 wait。最后呢，则是根据我们充分的资讯来做出处理的决策，这是 decision making。OK，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项一项来说明。好，第一个是造成该弱点的根本原因，我们就要去了解它，为什么它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弱点。那我们在了解这些资讯上面呢，老工程师跟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资讯网站。第一个是 National Vulnerability Database， 是 NVD。那这个是美国呢国家政府所成立的一个单位，在上面呢我们可以去查 CVE 上面的弱点。第二个就是 CVE 的官网，它是 Common Vulnerabilities and Exposure。那这一个网站呢，它基本上跟前面提到的 NVD 呢是相同性质的。那 NVD 的资料呢，主要都是从 CVE 这边同步提供过去的，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的资讯呢，我们都可以用来查询 CVE 弱点里面的内容。好，那我就先点第一个进去好了。OK， 那我们网站开起来，我们就直接点 Search。在 Search 的部分呢，我们就选 Vulnerabilities CVE。那我们就以这次 Apache 的弱点为例，它的编号是44228，我们就点选 Search。好，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CVE 2021-44228，我们点进去。这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弱点编号44228的 detail 相关的说明，还有 CVE 它的dictionary 的 entry， 我们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连到 CVE 的网站去看它的弱点内容。OK， 那我们再回来简报的部分。好，那第三个呢是在台湾的金融业，或者是有一些公司行号，他想要加入呢，我们这边有一个金融资安资讯分享与分析中心，就是 FISAC。那 FISAC 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到它的官网去，它的官网呢也会公布一些资安的弱点公告。那有兴趣的一些公司行号，他也可以去申请加入这样子的一个会员。那只是说这个会员是需要付费的。那你加入了之后呢，那只要有一些资安的弱点呢，那 FISAC 它都会通知给你，那你们都可以知道这些资讯，然后知道说要去做一些处理。好，那其他资讯的部分呢，就是像 Facebook 上面的专页、台湾电脑网络危机处理暨协调中心以及 IT Home Security。那这两个专页呢，你只要去订阅这个专业粉丝之后，你都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随时看到说有什么样子的讯息，他们会公布在上面。那可能你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及时知道说，最近发生了什么样子治安的问题。好，那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去查这些弱点的内容之后，我们就要去了解说，这样子一个弱点，它的触发方式是怎么样子被触发的。那这边放大一下。好，那老工程师这边呢，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在 NVD 上面看到的说明。那他这边针对这个弱点的说明呢，他就告诉你说是 JNDI related endpoints 都有受到影响。那下面呢，是从这个 Apache Foundation 上面提供的 Log4j 的一个 migration 的说明。那他这边也同样都提到的是 JNDI features 跟 JNDI related endpoints。那在 migration 的部分呢，我们 Apache 的官网呢也提到说，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去 remove 一个叫做 JNDI lookup class 的档案，它是在
log4j core lookup jndi lookup 点 class 这个档案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 class 给移除掉，让它这个功能失效，也可以当做是一个缓解这样子的一个弱点的手段。OK， 那再来是呢，在微软这边，它也有提供一个 guidance， 让我们去了解说 log4j 这个弱点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那在这个网页上面呢，它也有来告诉我们说，微软这边观察到网络上的攻击呢，它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个攻击的字串是 $sign 开头 JNDI 的一个路径。那这样子的字串呢，就可以去触发我们 log4j JNDI lookup 里面的一个弱点，然后让它可以去攻击我们这些JNDI 的目录。好，那我们取得了这一些资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些资讯来去拟定初步的一个缓解措施。所以老工程师这边就在简报上面就写了 So far we have learned， 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知道了哪一些资讯呢？我们知道了 JNDI related features are impacted， 是受影响的。那 JNDI lookup class can be considered for removal， 我们可以考虑把 JNDI lookup class 给移除掉。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example pattern of attack string， 这些骇客如果来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字串来尝试攻击我们，我们也知道这个字串的格式。那第二个部分呢 JNDI class 我们要把这个档案给移除掉的话，它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很简单的把它移除掉就好了，我们移除掉这个 class 之后，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去先调查说，我如果把这个 class 移除掉之后，我的系统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做检查，才有办法去得出一个结论，所以这会花一点时间。那第二点可能就不是我们第一步最快速想要找到的一个缓解措施。第三个呢，反而它就是一个最迅速的一个缓解切入点，我们可以针对第三个去拟定我们的缓解措施。好，那我们就来看下一步。So what should we do is， 第一个就是针对攻击字串来建立一个缓解机制。OK， 如果你们的环境呢在前端最前面是有一个 Web Application Firewall WAF 挡在那边的话，那我们可以尝试呢在 WAF 上面去新增一个 Content Filter， 针对这个传入字串呢去做一个检查。如果我发现它是 $sign 开头的，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不安全的字串，我就把这个 request reject 掉。那如果说我们前面没有一个像 WAF 这样子一个机器挡在前面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要透过程式的方式，针对 request 的传进来的这一些所有的字串呢，去做一个格式的验证检核，去挡掉这样子的一个$开头字串的攻击。OK，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确认系统是不是有使用到 JNDI 相关的功能，来评估说，如果我们将 JNDI lookup class 移除掉的话，系统的层面会不会受到什么样子的影响？那如果说我们评估移除 class 不影响系统，那我们就可以将移除 JNDI class 当作是我们这个缓解措施里面的一部分。好，在下一部分呢，就是延迟决策。那所谓的延迟决策呢，并不是大家什么都不用做，在那边等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延迟决策呢，是要把握这中间的一个黄金时间，我们要持续的去收集、追踪决策所需的相关资讯，等待我们资讯充足之后，我们再来做决策判断，来避免成本的一个浪费。以我们这个 log4j 44228的一个弱点为例好了，它在2021年12月10号发布这个弱点之后的18天内，又陆陆续续随着 log4j 官方所释出的更新被回报了 CVE 2021 45046 45105 44832等等的弱点。那如果说我们第一时间都跟着官方的 release 一路的无脑去做更新，我们就会陷入一个成本浪费的循环当中，我们就永远跑不完，一直在换版。OK， 所以呢，在我们延迟决策收集充分的资讯之后，我们最后再来做决策的处理。那同样是以44228为例，在官方于2021年的12月28号 release 2.17.1 版之后，截至我们农历新年前1月28号为止，已经经过了31天，这中间
未曾再被回报新的 CVE 弱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考虑将 Log4j 2.17.1 版的升级当作是一个最终处理的决策。OK， 那我们只要运用到这以上5点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在中间这样子的一个处理弱点的过程呢，一直浪费无谓的成本，一直在跟着官方一直跑，可是它又一直被回报新的 CVE 弱点，我们就可以避免到中间这一部分成本的浪费。那以上心得呢就分享给大家，谢谢。